楚风，想救赵红，来此处找我们，记住，只许你一人前来，否则赵红性命不保。孔氏天族族人孔顺廉、孔月华，原来这封信函是孔顺廉与孔月华写给楚风的，他们居然劫持了赵红，并且在这封信函的右下角还有挂着一枚戒指，那戒指楚风认的，的确就是赵红随身携带的戒指，赵红竟然落到了他们手中。楚风眉头紧皱起来，孔氏天族被灭了，孔顺廉与孔月华这两位太上长老可以说是孔氏天族为数不多，但却是实力最强的幸存者。他们现在约楚风出去，显然是要找楚风报仇的。早知道他们这般忘恩负义，2年前就该杀了他们。女王大人愤愤不平地说道：“当初邪神剑失控，便要大开杀戒，孔顺廉与孔月华本皆要成为剑下亡魂的，是楚风不想伤害他们，强行控制住了邪神剑，这才放他们离开。可不曾想，他们如今居然抓住了赵红，来威胁楚风。就算忘恩负义谈不上，但过分2字，他们却也要承担。去找英明朝，以英明朝的实力对付他们太过轻而易举。有英明朝在，他们根本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也不用担心赵红受伤。”女王大人说道：“蛋蛋，你难道是要我之朋友安危于不顾吗？”然而，对于女王大人这个建议，楚风却是一脸的不高兴。而面对楚风的不高兴，女王大人那绝美的小脸之上，竟也露出了亏心的神情。女王大人何其聪慧，她岂会不知道，孔顺廉他们既然敢找到楚风，那就一定是做了万全之策。也就是说，就算楚风请去了再强大的人，可以轻易的将孔顺廉他们抹杀，可是赵红的命，楚风也未必救得了。就比如他们将赵红关在一处隐秘之地，那地方有机关，时间一到，机关开启，赵红就会死。总之，他们想让赵红死，有很多种方法，根本就不需要将赵红带在身边。我只是不想置你的安危于不顾。沉默片刻后，女王大人说道。看着这样的女王大人，楚风心中也有些过意不去。淡淡的心思，他岂会不知？对于淡淡来说，其他人的生死向来无关紧要，他只在乎楚风的安危。看来我是劝不了你了。女王大人再度说道。我若不去，没办法向王强交代，更没办法向自己的良心交代。楚风说道。罢了，既然你要去，那事不宜迟，现在便动身吧。女王大人最终还是妥协了。随后，楚风便随便找了个理由，离开了英雄城，前往了孔顺廉约楚风见面的地方。那是一片浩瀚的荒漠，狂风卷起，黄沙漫漫，但在这片荒漠上，却有着一片片绿洲，那都是人为打造，是用来居住和生活的。孔顺廉他们并没有告知楚风确切的见面地点，楚风只得在那一片片绿洲中搜寻探索，并且楚风必须是现身的状态，因为他生怕孔顺廉他们找不到他。那座城不对劲，忽然楚风目光一动，在前方的一片绿洲之中，有着一座城池，那城池表面平静如常，可出于界灵师的敏锐，楚风察觉到那座城池有异样，眼中光芒闪烁。楚风已将天眼开启，天眼开启之后，立刻便发现那座城池外面被笼罩了一层隐藏结界，那隐藏结界遮挡了城池的本来面目，让人从外观看会觉得那城池没有异样，平静如常。可实际上，这城池内部正发生着惨绝人寰的一幕，屠杀，一场屠杀正在上演，城中已是血流成河，无数尸体倒在血泊之中。尽管只是看到了画面，并没有听到声音，可楚风却仿佛能够听到那令人心痛的声音。那城中哭喊声、求饶声、惨叫声此起彼伏，是魂阴宗此刻正在大开杀戒的，是2个魂阴宗的成员，是他。而令楚风诧异的是，这2个成员中的其中一位，楚风竟然认识，此人便是魂炼，当年与离儿齐名的天才，在八荒乱坟岗内被离儿所击败。而这魂炼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其实一直都是魂阴宗的成员，其师尊更是百炼凡剑，穷凶极恶的大魔头，鬼杀老魔。当初在八荒乱坟岗，楚风凭借阵法的力量，一举将魂炼与其师尊击败。但实际上，若没有阵法的力量，楚风当初的实力是远不如这魂炼的。楚风想过日后可能会与魂炼再见，但却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这魂炼见面。好久没有尝到婴儿的滋味了，看着就知道你很是美味。魂炼此刻站在那城池的一座宫殿顶端，手中竟托着一个婴儿，疯狂的大笑着，全然没有察觉到楚风正在靠近。大人，求您放过我的孩子，放过我的孩子吧。一个母亲在宫殿下跪的磕头，苦苦哀求。姐姐，果然母爱是最伟大的呀！既然如此，我就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炼化你的孩子的吧。说话间，魂炼的眼眸便化作血红，如同猛兽一般，并且其嘴巴张开，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便将那婴儿所笼罩。他是要炼化掉其怀中的婴儿。住手！然而就在这时，一声刺耳的声音如同雷鸣一般炸响，这突然起来的怒吼将魂炼下的身子一颤，而那张开的嘴巴也是猛然闭上了。什么人？魂炼将冷冽的目光投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他虽然没有感受到对方的气息，可是下意识的便觉得这位来者非同小可，竟然是你。然而当魂炼看到那来者之后，却顿时神色转喜，竟然哈哈大笑起来。真是寻得天涯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没去找你，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魂炼已经认出这位来者便是楚风。楚风大人，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啊！而此刻城中的许多人也都看到了楚风，当他们看到楚风之后，便如同看到了神灵一般，竟然全部跪在地上向楚风磕头求救。你们没搞错吧？居然想要这个废物救你们！笑话，这可真是我出关以来听过最好笑的笑话啊！此刻魂炼笑得越发大声了。如今的他比起2年前，修为已是有了不少的进步。当年的他3品5祖，便已被誉为百炼凡界最强天才之一，现如今的他已是6品5祖，所以相比于当年，
现在的他显得更加的自信。最重要的是，他从来就是看不起楚风的，一直认为若不是当初凭借那座阵法，楚风根本就不可能是他的对手，所以他很憎恨楚风，一直想着要找楚风报仇。楚风没有了那座大阵，你凭什么与我斗？老子现在可是六品五祖啊！魂炼说话之间，便将那六品五祖的气息散发而出，刹那之间，天昏地暗，风云变色，那其中更是涌动着磅礴的杀意。那杀意太强，将城中还幸存的百姓吓得瑟瑟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看到这样的魂炼，楚风却是忽然笑了。显然这魂炼还没有注意到楚风如今的修为在何境界，不过这也不能怪他，毕竟如今的楚风与这魂炼的差距可不止一星半点，凭借着魂炼的六品五祖修为，自然看不穿楚风如今的本领，还笑得出来。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见楚风冷笑，魂炼眼中的怒意顿时倍增，说话间便要对楚风出手。魂炼大哥，快走，咱们快走！然而就在这时，那与魂炼同行的魂音宗成员却忽然是来到魂炼身旁，他不仅一脸慌张，更是拽着魂炼的胳膊就准备逃走。此刻魂炼甚至能够感受到其同伴的手臂都在颤抖。小冷，你这是做什么？忽然发生的一幕让魂炼不知所措，因为他想不通，区区一个楚风为何会让他的同伴这般惊恐。魂炼大哥，这件事说来话长，回头我与你再说，现在赶快逃。那小冷并未回答魂炼的话，而是抓着魂炼便要逃脱，只是奈何修为不如魂炼，所以他根本无法撼动魂炼。小冷，我想你知道，我闭关2年之久，为的就是向黎明那家伙复仇，可是当初在八荒乱坟岗带给我耻辱的却不止黎明一个，还有这楚风。本来我也正准备去找这楚风，但是令我无论如何都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里碰到了他，这绝对就是天意，是老天爷在帮我，我岂有放过他的道理？魂炼向那个叫做小冷的魂音宗成员说道。魂炼大哥，你找黎明公子复仇，我不拦着你，可是楚风不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2年来发生了什么。所以那小冷想要向魂炼解释情况，但是魂炼却越听越不耐烦，因为他不明白黎明可以对付，为何这楚风不行？难道这楚风会强过黎明？别开玩笑了，在魂炼的心中，楚风就是一个废物，当年凭借大阵才能压制于他，否则的话，他随便一口唾沫都能将楚风淹死。黎明公子才是他心中的对手，而楚风不过是他随手都可以捏死的蝼蚁。所以这魂炼干脆不再理会那个小冷，而是再度将那杀气腾腾的目光投向了楚风，道：楚风，今日我绝对让你生不如死，跪地向我求饶。然而魂炼话音刚落，那个小冷竟忽然跪在了地上，竟向楚风叩头。楚风大人饶命，我们无心与你为敌，求您放过我们一马。小冷，你看着眼前的小冷，魂炼此刻倍感无语。虽然他知道这小冷是个贪生怕死之辈，可是这害怕也要分个人吧。若是眼前这个是一个多么强大之人也就算了，一个楚风竟把他吓成这个样子，魂炼真心不能忍。滚开！魂炼抓住小冷，将其狠狠地丢在了地上，似是不够解气，还对其吐了口唾沫。没用的东西，一个楚风居然将你吓成了这个模样，你可真是丢尽了我魂音宗的人。然而就在这时，魂炼忽然神色一动，他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息正排山倒海地向他压迫而来，那气息之恐怖，强大到了让其窒息的地步。楚风，魂炼下意识地看向了楚风，因为他感觉到那个气息与楚风身上的气息相同。然而他的目光还没来得及看到楚风，便被那股气息压得人仰马翻，不仅自那宫殿之巅跌落而下，更是如同死狗一般被狠狠地压在了地表之上，任凭其使尽浑身力气想要挣脱，可结果却是一动都不能动。楚风，你这怎么可能？你的威压怎么可能压制我？此刻的魂炼连说话都很是吃力，可是他的脸上却挂满了吃惊之色。魂炼感觉难以置信，在他看来，楚风当年不过是区区半祖，就算在他闭关的10日，楚风有进步，最多也就是半祖巅峰，连5祖的门槛都跨不过，怎么可能拥有压制他的力量？现如今的他可是6品5祖啊！我知道了，你又依靠阵法的力量。魂炼想到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便是楚风运用了阵法的力量，否则不可能压制他。楚风，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可敢用你自身的修为与我一战？魂炼破口大骂起来。魂炼大哥，别说了，楚风他如今可是9品5祖，是整个百炼凡界公认的真仙之下第一强者。就在此刻，那个小冷开口劝道：9品5祖，你说那楚风9品5祖？魂炼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没错，此事百炼凡界，世人皆知。小冷似是怕魂炼不信，脑袋点得如捣蒜一般。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到这种地步？魂炼连连摇头，这件事让他难以接受。一个人怎么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区区半祖提升到5祖巅峰？魂炼劝服不了自己，尤其是这个人是楚风，没有骗你，这是真的。小冷再度说道。然而下一刻，那个小冷也是惨叫一声，并且脸庞变得扭曲起来。不仅是那个小冷，此刻魂炼也是龇牙咧嘴，在其英俊的脸上布满了痛苦之色。楚风已经加强了自己的威压，将那小冷与魂炼一同笼罩。楚风大人，饶命，饶命啊！我们无心与你为敌的。那个小冷不断的求饶着，他对楚风的确是十分的畏惧。然而楚风却不理会他的求饶，而是冷冷的问道：告诉我，魂音宗在何处？听得此话，那魂炼与小冷顿时神色大变，脸色已是变得苍白如纸，并且那个模样并非是楚风的威压所致，明显是被吓的，就如同他们想到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一般。想知道魂音宗的位置？看来你们英雄城是打算对我魂音宗出手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听到这个声音，楚风顿时眉头紧皱起来，他感觉到一股比他还要强大数倍的气息。真仙，
是一位真仙强者现身了。顺身观望，楚风目光又是一动，那是一位老者，一头白发，却身穿一袭黑色长袍，骨瘦如柴，满面皱纹，太老了。此人活了多少个岁月？楚风看不出来，他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如同从棺材里走出的干尸一般，甚是恐怖。而此人楚风认识，他便是魂炼的师尊鬼杀老魔。只是当初的鬼杀老魔还是5祖巅峰，但是现在的他却已经成为了真仙。楚风，我真是要恭喜你啊！鬼杀老魔阴阳怪气地对楚风说道。何喜之有？楚风问道。你这修为的进步，真可谓是堪称神速，这还不算喜事吗？鬼杀老魔对楚风说道。若真是这样，那我也要恭喜你了。这么多年，终于能够突破那道瓶颈，成为真仙，这下你又能多活好多年了吧？楚风说道。放肆！然而听得此话，那鬼杀老魔却是目露怒色。楚风这话表面来看是好话，但实际上却是讽刺。讽刺鬼杀老魔修炼那么多年都无法成为真仙，只能靠着特殊手段延续寿命。虽然现在终于成为真仙，但是鬼杀老魔的修武天赋却依然谈不上一流。对于你这种人，我放肆又如何？楚风说话之间，嘴角上扬，脸上浮现出一抹放荡不羁的弧度。下一刻，楚风眼中雷芒闪烁，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一同浮现而出。而当楚风动用天极血脉之后，自其四周，甚至这方天际也是涌现出了道道雷云。雷云之中，雷霆闪烁，并且越来越凶猛，就如同异象降临一般。之所以会如此，并非只是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而是楚风的额头之上那个闪烁着雷霆的神字，神字雷纹。这个家伙怎么会拥有这样的雷纹？看到楚风额头之上的雷纹，魂炼也是目光大变，他仿佛直到此刻才真正的意识到楚风的与众不同，好强大的气息，这简直是我见过最强的天极血脉拥有者。楚风大人果真名不虚传。这一刻，就连这城中幸存的百姓也早就被楚风此刻所散发的气息所深深的吸引。而就在这时，楚风的双手之上分别多出了2把祖兵，那是疾风之刃与炎龙大剑。当楚风将这2件祖兵握在手中之后，其气息明显又增强许多，强，太强了，甚至让在场之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身为5祖的楚风可与真仙一战。楚风，你该不会觉得你这样的修为能够与我一战吧？别忘了，你再如何也是5祖，而老夫却已是真仙。鬼杀老魔讽刺的笑道。能否一战，这不是你我说的算的。楚风说话之间，目光猛然变化，下一刻，一道金芒自其身体散发而出，很快化作一把金灿灿的大剑。那金色大剑不仅光芒璀璨，更是气息逼人，横扫虚空，正在向那鬼杀老魔压迫而去。这是看到那金灿灿的大剑，鬼杀老魔也是神色一动，随后双掌轰出，磅礴的仙级武力便自其掌心散发而出，化作一道金灿灿的防御罩，横在了他的身前。然而，当那金灿灿的大剑与那仙级武力碰撞在一起之际，那武力汇集而成的防御罩不仅被轰得裂痕累累，哪怕是鬼杀老魔也是被震退数万米，直接退出了这座城池。天哪！楚风他竟然击退了真仙，围观之人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而此剑具有如此威力，自然便是远古战剑，这便是你自远古战族所得秘籍。可传闻不是一把斧头吗？怎么是剑？此刻鬼杀老魔的内心也早已是起伏不定，不由开口向楚风发问。先前他与远古战剑正面交手，能够深深地感受到那远古战剑的力量，正因如此，他才会震惊一个5祖凭借秘籍竟真的能够与他抗衡1、2。要知道，在遇到楚风之前，鬼杀老魔也曾与其他5祖巅峰的高手交手过，而那些人虽然与他只差了一重境界，可是在他的面前却如同蝼蚁，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的。他本来楚风也是如此，可是眼前的事实却让他大跌眼镜。谁告诉你我从远古战族所得秘籍便只有远古战斧一个的？楚风说话之间，已是来到了的鬼杀老魔的近前，而那远古战剑更是携带着磅礴的气息，再度向鬼杀老魔压迫而去。楚风，你还真的以为你可以与本真仙抗衡吗？鬼杀老魔怒了，他双手如剑向楚风一指，刹那之间，磅礴的武力如同潮水一般自鬼杀老魔的双指掠出，很快便化作了2把长达1000余米的武力大剑。而那2把武力大剑凝聚而成后，便直接向楚风的远古战剑挥砍而去。3把大剑横空对决，震荡的那片虚空都为之楚颤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除了那3把光芒闪闪的横空大剑，周围竟是漆黑一片，哪怕远处的天际也是裂痕累累，大地更是被震动的不断塌陷。就连那座被赋予了结界的城池正在崩溃瓦解，也是不保，幸存的百姓正在拼命的逃窜，而这一切都是拜那3把大剑所赐。莫说自身的力量，单单是威压已足以震慑八方。楚风大人，他好厉害，竟然真的能够凭借5祖的修为与一位真仙抗衡，真仙之下第一人，果然名副其实，怕是整个百炼凡界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了吧？众人吃惊不已，都被眼前的一幕所惊呆了。尤其是仔细的看了那3把大剑之后，人们则更加心惊了。明明是鬼杀老魔那2把武力所凝聚的大剑更为庞大，可是气势上却是楚风那把远古战剑更为霸道，就仿佛那是远古战剑拥有源自于骨子里的血脉之力一般。就如同此刻交战的是2条已经大成的蛟龙，再战1条年幼的真龙，哪怕蛟龙的实力强劲，可是气息上却不如真龙凶猛，这便是源自骨子里的强大，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强大。而远古战剑便给予众人这样一种感觉，如此强大的手段，凡人定然驾驭不了。楚风大人，他到底强大到了何种地步啊？众人越看越惊，都被楚风的实力所深深的折服了。然而
此刻虽然众人惊叹不已，可是楚风本人却是眉头紧皱，看来还是不行啊！哪怕你掌握着诸多手段，可是面对真仙还是难敌。女王大人说道。对于女王大人的话，楚风也是不可置否的点了点头。虽然眼下来看，他与鬼杀老魔可谓是不相上下，但是他已经使用了2把祖兵，用了雷霆铠甲、雷霆羽翼，甚至还使用出了神级雷纹。楚风基本上已经把自己最强的手段都使用了出来。可是鬼杀老魔明显还未使用全力，而鬼杀老魔若是使用全力的话，那么后果可想而知。楚风不能这样下去，若想取胜，不能坐以待毙。女王大人说道。明白。楚风说话间，那握住疾风之刃的手掌自乾坤袋悄悄划过，3颗丹药落入了掌心之中。随后掌心一震，那3颗丹药便神不知鬼不觉的落入了楚风的口中。3颗丹药入口，楚风的表面没有一丝变化，可是体内的武力早已是风起云涌，如同即将要爆发的火山一般，变得不再安稳，并且那些武力是楚风自身的武力，那武力正在围绕着那3颗丹药旋转奔腾。那3颗丹药进入楚风腹中，并没有立即炼化，反而如同3颗王者一般，引导着楚风体内的武力发生着异变。那3颗丹药皆是一种特殊的禁药，之所以是禁药，那是它们能够让楚风的战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这个提升是非常恐怖的。而之所以说它特殊，那是因为它提升的力量的时间很短，只在一瞬间，也就是说将其炼化之后只能发动1次攻击。所以眼下楚风在等待一个时机，趁着鬼杀老魔太过自负并未施展全力的时候，一个足以让他吃上大亏的时机。呀！猛然之间，楚风发出一声咆哮，并且他浑身上下青筋暴起，一重又一重肉眼可见的武力开始自其身体散发而出，围绕着其不断旋转。在这种情况之下，楚风的气息也是变得强大了一点。最重要的是，那远古战剑的力量也是变得更加强横了一些，正在不断的不退鬼杀老魔的那2把武力大剑向鬼杀老魔不断靠去。好厉害，竟然占据了优势！众人沸腾了。在他们看来，五祖根本就不可能与真仙抗衡，楚风不仅抗衡了，竟然还能占据优势，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堪称是真正的逆天之举。哼，真是一群蠢货！明明已是强弩之末，却搞得像是多么利奥的一般。面对着楚风获得的优势，鬼杀老魔不仅不慌不忙，反而讽刺的扫向那些围观之人。老夫根本无需使用全力，只要稍微用一点点力量，都可以逆转战局。既然楚风你如此的自不量力，那老夫今日便与你多玩上一回，我倒要看看你这区五祖巅峰的修为能坚持到什么时候。鬼杀老魔说话之间，眼眸微微一动，又是一层武力自其体内散发而出，融入到那2把武力大剑之上。武力大剑不仅体积又有所增长，威力也是更强。可恶！这一刻，楚风满脸痛苦之色，仿佛已经难以支撑。而楚风所催动的远古战剑，每一次与那武力大剑碰撞，都会不断的发出嗡嗡之音，那是颤动所传来的声音。远古战剑已是无法再与那武力大剑所抗衡，真是没用啊！老夫不过是稍微增加了一点点力量，连武技都还没有使用，你便支撑不住了吗？果然，五祖只是五祖，根本无法与真仙匹敌。鬼杀老魔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浓，他眼中的得意也是越来越浓。虽然真仙本就该胜过五祖，这是数万年来恒古不变的道理，按理来说这没什么可骄傲的。可是他胜过的这个五祖，可是楚风，是被誉为百炼凡界最强的天才，日后很有可能如战海川，与凯宏大师一般统治百炼凡界的人物，所以能够胜过楚风，他心中的才会这般的意。鬼杀老魔此刻的得意忘形，旁人未能注意到，但是楚风却是看得清清楚楚。就是现在，忽然之间，楚风的眼眸变得异常凌厉，这种凌厉根本不像是一个受了伤的人能够散发而出的目光。没错，楚风先前的示弱根本就是装的，他根本就没有到达难以支撑的地步。他之所以故意装作难以支撑，就是想让鬼杀老魔大意，然后发动奇袭。当准备发动奇袭之际，楚风腹中的3颗特殊丹药也是随之炼化开来。下一刻，楚风的体内从那儿外的便爆发出了金色的气焰，那金色的气焰与众不同，如同燃烧的金芒，异常的强大。而几乎在楚风炼化那禁药的同时，他便催动远古战剑向那鬼杀老魔挥砍而去。那是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再加上之前楚风凭借远古战剑占据一丝优势的时候，就悄悄让远古战剑与鬼杀老魔的距离拉近了不少。所以此刻，当远古战剑携带恐怖的气息向鬼杀老魔正面刺去之际，就连鬼杀老魔也是反应不及，他已是躲闪不及的一声，血花四溅，鬼杀老魔的肉身直接被远古战剑给刺得4分5裂。天哪，发生了什么？围观之人都是神色一致，他们的目光根本不上楚风与鬼杀老魔交手的速度，也没有看到那远古战剑是如何将鬼杀老魔的肉身震碎的。可是他们却看到了那自天空之上四溅的血液，以及那粉碎的衣衫，而那些都是鬼杀老魔的。楚风杀了那个真仙。这一刻，围观的人群再度沸腾了，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看眼前的情况，楚风的确是凭借那把大剑击中了鬼杀老魔，那可是真仙，那可是一位真仙强者啊！楚风竟然凭借五祖的修为斩杀了一位真仙，这可是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事。众所周知，真仙的力量远远凌驾于五祖之上，五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战胜真仙的才对。可就是这种不可能的事情，楚风却做到了，这叫众人怎能不惊？好，你个楚风，竟然和我来这一手！然而就在这时，鬼杀老魔的声音却再度响起。下一刻，那正在下落的血肉与衣衫竟然开始凝聚，很快的鬼杀老魔的肉身便恢复完成。此刻的他就像是没事人一样，
不仅肉身完好无损，就连衣衫也是恢复的如先前一样，根本看不出一丝受伤的迹象。真仙不愧是真仙，连这样都杀不死你。楚风摇了摇头，说话间，他收回了手中的2把祖兵，而血红色的邪神剑则随之出现在了他的掌心之上。楚风知道，若是先前使用的一些系列手段都无法杀死鬼杀老魔，那么想活命的话，那便必须使用邪神剑了。杀死我，老夫可是真仙，肉身不死不灭，就凭你这种小把戏，根本连伤我的资格都没有。鬼杀老魔得意地说道。这一刻，围观众人也是面如死灰。的确，真仙那可是超脱了人类肉身极限的境界。肉身不死不灭，对于真仙强者来说，肉身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哪怕丹田被破，修为也不会有丝毫的减弱。想杀真仙，就必须拥有远在他之上的力量，否则就算把真仙的肉身碾压成粉末，真仙也根本不会死。只要想到这里，人们便意识到，楚风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战胜鬼杀老魔的，所以那城中幸存的人便不敢继续逗留在此，纷纷转身想要逃脱，因为他们知道，若是楚风斗不过鬼杀老魔，那他们也休想活命。与其在此处等死，还不如趁着楚风能与鬼杀老魔纠缠之际，赶紧逃离这个是非之地。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悲惨的声音自鬼杀老魔所在的方位传来，众人出于好奇，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而这一看，所有人都如同石化了一般，立刻就愣在了原地。此刻，鬼杀老魔的嘴角以及胸口尽是鲜血，并且他的身体都在颤抖，勉强支撑了一会后，他竟扑通一声半跪在了虚空之上。鬼杀老魔竟然受伤了！鬼杀老魔半跪于虚空之上，不仅鲜血直流，身体颤抖，就连气息也是不如先前。号称肉身不死不灭不会受伤的真仙，已是受到了重创。不可能，这不可能！哪怕自己已是身负重创，可是鬼杀老魔仍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可是真仙，怎么可能被楚风一个区区无阻击中？是你小看了我的远古战舰，就算受伤，你也是不冤。楚风说话之间，意念一动，顿时天际之上轰鸣四起，那远古战舰在楚风的催动之下，再度向那鬼杀老魔轰了过去。找死！而鬼杀老魔猛然之间发出一声怒吼，那怒吼发出的同时，肉眼可见的声浪便直接涌向远古战舰，直接将远古战舰给轰成了粉碎。可恶！这一刻，楚风也是眉头紧皱，身形一边后退，手中的邪神剑也是握得越紧。鬼杀老魔已经认真了，他先前使用的不再是随便的武力攻击，而是一种武技，只是一种地境武技，便将远古战舰这等秘技击溃。这便是真仙的真正实力。此刻楚风意识到，不管他再如何，只要没有踏入真仙境，便无法真正的与一位真仙抗衡。楚风，我要你命！鬼杀老魔说话之间，掌心一翻，尽量出了一把祖兵。吃过了亏的他，这次不再有所保留，他是真的认真了，准备立刻杀掉楚风。堂堂真仙被无足打伤，鬼杀老魔，你还真是丢人啊！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忽然出现，下一刻2道身影出现在了鬼杀老魔的身后。看到那2位之后，楚风顿时目光一动，那2位不仅皆是真仙强者，最重要的是这2位楚风都认识，那是孔月华与孔顺莲。看到孔月华与孔顺莲，鬼杀老魔也是目光一变，他下意识的便觉得孔月华与孔顺莲是来救楚风的。受死！突然之间，鬼杀老魔出手了，祖兵猛然向楚风一刺，无数道剑光便是向楚风飞射而来。那剑光之强，速度之快，就连楚风也是眉头皱起。他知道，若不动用邪神剑，他绝对挡不下这一击，因为那漫天的剑光乃是祖境武技。鬼杀老魔一出手就施展了祖境武技，可见他要杀楚风的决心。而最令人吃惊的是，鬼杀老魔已经出手，可是孔月华与孔顺莲却是一动不动，并且他们的面容也没有丝毫变化，就如同楚风的生死与他们无关一般，平静的可怕。原来不是来救楚风的吗？也难怪，毕竟楚风可是孔氏天族的仇人。这一刻，鬼杀老魔的心中掀起了一抹庆幸，暗自觉得孔顺莲与孔月华根本就不是来救楚风的，他们出现在此处很可能就只是一个巧合罢了。而现在他所施展的祖境武技已经接近楚风，单单是威压都让楚风难以承受，就算孔顺莲与孔月华现在想要出手也是来不及了，楚风今日必死无疑。然而就在此时，一道紫色的盾牌忽然凭空而现，横在了楚风的身前。那不是寻常的盾牌，而是一种祖境武技，并且是一种极为强大的祖境武技。之所以说那祖境武技强大，是因为那祖境武技竟然将鬼杀老魔的祖境武技给硬生生的挡了下来。而这一刻，鬼杀老魔才注意到，在那祖境武技的身后竟然站着一个身穿黑袍的人。这个人看不清他的容颜，可是他的气息却是一位真仙。那紫色的盾牌是他施展而出，所以才能挡下鬼杀老魔的进攻。你是谁？鬼杀老魔冷声问道。然而那黑衣人却并未回答鬼杀老魔，而是转过身来向楚风深鞠一躬，以一种极为恭敬的语气对楚风说道：主人，属下来晚了。属下。这一刻，不仅是鬼杀老魔吃惊了，就连围观众人也是吃惊不已。这个真仙强者竟然称自己是楚风的手下，并且还叫楚风主人，莫非这是英雄城的高手？但是不管他究竟什么人，可却有一点却能够确定，他一定是楚风的同伴。前辈，又是你！此刻楚风也是内心欣喜，虽然这个黑袍人的装扮楚风看不到他的容颜，可是他身上的气息楚风却记得。当年孔氏天族欲杀掉楚风之际，就是这位神秘人出手相救，想不到今日还能够见到他。主人，我先替您收拾了这鬼杀老魔。那位神秘人说话之间便亮出祖兵，向鬼杀老魔杀了过去。来啊，本真仙怕你不成？
鬼杀老魔不甘示弱，竟手持祖兵，主动迎了上去。而就在此时，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本似是旁观者的孔顺莲与孔月华，竟然纷纷亮出祖兵，加入了战圈，并且他们竟是帮着那个神秘人一同对付鬼杀老魔的。你们以多欺少，简直不知羞耻！所谓名门正派，也不过如此。鬼杀老魔本就身负重创，独自对付神秘人已是艰难，面对孔顺莲与孔月华的帮忙，顿时神色大变。魂阴宗作恶多端，百炼凡界众生，当人人得以诛之，岂有不知羞耻之说？孔顺莲冷声说道：“鬼杀老魔，我们你这一生所作所为，就算死上1万次，也是死不足惜。就你这种人，就不要与我们提羞耻这2个字了，因为你不配。”孔月华更是恶语相向，可见二人对鬼杀老魔皆是相当反感。而面对3人的联手攻击，已是身负重创的鬼杀老魔哪里支撑得住？很快便惨叫连连，已是被3人所击溃。但是他们3人却并未立刻斩杀鬼杀老魔，而是用特殊手段将其控制了起来。再将鬼杀老魔、魂炼以及那个小冷3人控制后，孔顺莲与孔月华他们便带着楚风离开此处，想带楚风去往其他地方。主人，您没事吧？快将这些丹药服下，容属下为您疗伤。只是途中那位神秘人却忽然停了下来，并且搀扶住了楚风。此刻的楚风脸色极为吓人，身体也在不断的颤抖，气息也是虚弱至极，并且七孔流血，尤其嘴角的血液流出的更甚，而那血的颜色竟是黑色。没事，只是先前服用了禁药，并且强行催动难以驾驭的秘技手段，受到了反噬而已。我早就服用了疗伤解药，休息一会便可以了。楚风说道。若是反噬，只是休息可是不行，主人当立即缓解伤势才成。神秘人说道。2位前辈似是与我有话要说。楚风看向了孔月华与孔顺莲。楚风，你还是先缓解伤势吧，反噬之痛非同小可，若严重了可是会要人性命的，更何况你还服用了禁药。孔顺莲说道。还是先缓解伤势吧。孔月华也是说道。那就劳烦3位前辈。等楚风片刻，见状，楚风也不再犹豫，赶忙盘坐下，布置疗伤大阵，将自己笼罩其中。其实这一次楚风所受到的反噬，可比上一次与黎月儿对战严重的多。先不说楚风服用了禁药，本身这一次催动远古战舰所使用的力量也是更为强横，所以受到的反噬自然也就严重的多。而再加上3颗禁药的反噬，此刻楚风所受到的痛苦，还真非是常人可以承受的。也就是楚风意志力惊人，若是换作常人，此刻那来自体内那宛如肉身都要碎裂，灵魂都要破碎的痛苦，早就令人昏迷了过去。虽然反噬之痛的确严重，但楚风毕竟是蛇纹级仙袍界灵师，当他凭借疗伤丹药以及结界阵法双管齐下的治疗之后，很快便缓解反噬之痛，并且最终化解了这场危机。当然，因为这次反噬之痛来得比较凶猛，所以化解反噬之痛所用的时间自然也就比上次强了不少。当楚风解开阵法之时，发现孔连顺、孔月华以及那个神秘人仍然站在原地。2位前辈约我来此，究竟所谓何事？赵红他现在楚风问道。当见到孔月华与孔顺莲之后，楚风能够看得出来，这2位孔氏天族的太上长老似乎对他的敌意并不是很大，但是楚风却依然关心赵红的安危。换个地方说吧。孔月华与孔顺莲说道。且说话之间，便继续赶路。主人，没事的，随着属下走便好。那个神秘人对楚风说道。而楚风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神秘人出现在此处绝非巧合，他恐怕事先就与孔月华与孔顺莲待在一起了，并且别看楚风不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可是看着神秘人的架势，是只要发生危险，就一定会保护的楚风的。有他在，楚风的心中的不安倒也是减少了许多。终于，孔顺莲与孔月华在一片沙漠之中停了下来。这里，来到此处，楚风顿时目光一变，他发现这片沙漠很是不同，于是开始展开天眼，不由得仔细观察起来。而越是观看，楚风越是心惊，这里乃是一座藏地。尽管经过特殊的演示，可是凭借天眼的观察之法，楚风还是很快的确定了，在这片沙漠下面应该是有着一座藏地或者是宝藏才对，并且看着规模，这藏地很是凶险，而越是凶险的藏地，往往也就代表着其中的机遇越大，真是走大运了。此处竟然有着这样一处宝藏，女王大人甚是欢喜，怕是没那么简单。楚风摇了摇头，随后看向了孔顺莲与孔月华。他知道孔顺莲与孔月华不会平白无故将他带到此处，他们定然是有所目的。楚风，相信你已经看出来了。孔顺莲与孔月华一同对楚风说道。前辈，你们到底是？楚风有些不明所以，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何目的。首先，我要明确的告知你一点，虽然我孔氏天族不是被你亲手灭门，但总归与你有关系，并且2年之前，你也的确在我孔氏天族大开杀戒过。我孔氏天族死在你手中的人不在少数，虽然当初是我孔氏天族理亏在先，但说实话，身为孔氏天族之人，我们做不到对你不恨。孔月华对楚风说道。2位前辈，晚辈明白你们的心情，但有一件事，晚辈要澄清一下。楚风说话间，提起了手中的邪神剑，说道。当日面对你孔氏天族的咄咄相逼，我为了自保，只能动用这些神剑，而这邪神剑是一把魔兵，动用它的力量，我往往难以自控。当日我已被这魔兵所控，那场杀戮并非我之心愿，而我也曾努力挽回局面，否则孔氏天族就不会被阴明朝所屠了。楚风说道。听到楚风的话后，孔顺莲与孔月华的神态也都有所变化，他们都明白楚风的意思。当日楚风所持魔兵的威势，他们也都看到了。若不是楚风真的努力挽回局面，那么的确就不会发生后来阴明朝屠灭孔氏天族的事情。因为早在2年之前，楚风就已经将孔氏天族所屠灭。忽然间，孔顺莲长叹一声，说道：“命也，这都是我孔氏天族的命啊！”说完此话，
孔顺莲便转过身去，没人知道他此刻究竟在想些什么。楚风，其实我们叫你来此，也并非找你报仇，而是请你来救赵红的。孔月华对楚风说道。来救赵红？赵红他怎么了？楚风紧张地问道。百炼凡剑有很多遗迹，但最危险的一座遗迹是未知藏的。这么多年来，无数修武高手与界灵师都闯入过未知藏的，可没有一个能够活着走出来。而眼前这座遗迹便是未知藏地，赵红所闯入的也是这未知藏的。孔月华说道。那你们怎么会知道赵红有危险的？你们又怎么知道赵红闯入了此处？楚风问道。楚风也知道赵红是闯入一座遗迹寻找机遇了，但连他都不知道赵红究竟去了哪里。楚风想不通，孔月华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对于这个问题，孔月华并未回答，而是看向了楚风身旁的神秘人，目光意味深长。前辈。楚风也是看向了那神秘人，他知道这件事情很可能与这个神秘人的关系更大。主人，可否借一步谈话？神秘人对楚风说道。楚风点了点头，随后那神秘人便带着楚风远离了那片遗迹所在的地方，而孔月华与孔顺莲也并未跟过来。此刻，神秘人终于将头上的兜帽摘了下来，露出了他的真容。原来他是一位老者，这位老者长得其貌不扬，看上去很是朴实。看着眼前这位老者，楚风更加不解了，因为他能够确定他从未见过这位老者。忽然，神秘人跪在了楚风的面前，恭敬地说道：“老夫乃护镇一族族人，拜见楚风少爷。”护镇一族？你是护镇一族的人？楚风恍然大悟。护镇一族，楚风自然知晓，那是负责看管百炼场的一个神秘种族，而这护镇一族与楚氏天族也的确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也难怪这位老者会称呼楚风为主人。属下乃护镇一族现任族长，也知道楚风少爷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所以属下也未曾向任何人暴露过楚风少爷您的身份以及我的身份。护镇一族族长说道。这一刻，楚风终于知道为何说这番话的时候，护镇一族族长要离开孔顺莲与孔月华了。显然，就连他们两个也根本不知道这位神秘的真仙级别高手，其实就是负责守护百炼场的护镇一族的族长。前辈，其实我早已不是楚氏天族族人。楚风说道。听到楚风的话后，护镇一族族长微微愣了一下，随后说道：“属下不知楚风少爷与楚氏天族发生了什么，但楚风少爷的体内流着的却是楚氏天族的血，在属下眼中，您便是主人。那你又是如何知道我是楚氏天族族人的？可是当初我进入百炼场的时候，被你发现了我的身份。”楚风问道。正是，自那之后，属下便一直暗中保护着楚风少爷，直到2年前孔氏天族对主人出手。护镇一族族长说道。前辈，真是辛苦您了。楚风的内心是感动的，毕竟楚风与这护镇一族族长只是一面之缘，可他却这般对待楚风，可见护镇一族对楚氏天族当真是忠心耿耿。护镇一族族长忽然跪在地上说道：“楚风少爷，莫要再称呼属下为前辈，属下担当不起，快起来。”楚风将其搀扶起来道：“你若真的当我是主人，便听我的，从今日起称呼我为楚风，而我便叫您前辈。”护镇一族族长有些为难，否则便不要再保护我了，不管你怎么看待我，但是我却不想接受主仆的关系，因为在我心中，我并非楚氏天族族人。楚风很是认真地说道。也好，那便听楚风少爷的。不是楚风。护镇一族族长纠正道。前辈，能说一下赵红的事吗？楚风问道。护镇一族族长再度点了点头，随后便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楚风。2年之前，与孔氏天族那一战，因为楚风受邪神剑所控，快要到达六亲不认的地步，逼不得已之下，受楚风所托，护镇一族族长带着孔月华、孔顺莲以及王强离开了孔氏天族。那一战，孔月华与孔顺莲都受到了打击，那种打击是对于种族的不信任与怀疑，所以他们再也没有回到过孔氏天族，甚至有些人都以为他们已经死了。他们一直与护镇一族族长还有王强待在一起，而护镇一族族长与王强则很担心楚风的安危，曾四处寻找楚风的下落，可一直没有音讯。没过多久，便传出了楚风已死的消息。他们虽然并未全信，可也有些半信半疑。为此，王强恨极了孔氏天族，扬言要让孔氏天族付出代价。随后，王强便找到了赵红，当时的赵红也已经得知此事，同样是对孔氏天族恨之入骨，两人便开始谋划向孔氏天族的报复行动。这件事情，孔顺莲与孔月华也知道，他们两个虽然皆是孔氏天族之人，可骨子里却充满了正义，是恩怨分明之辈。他们自认为楚风的事情是孔氏天族理亏，所以哪怕明知道王强与赵红要对付孔氏天族，他们也并未发表过任何态度，而是选择了闭关。那闭关之所便是这片荒漠。孔顺莲与孔月华虽然闭关了，可是护镇一族族长却并不相信他们。护镇一族族长害怕便孔顺莲与孔月华心有鬼胎，怕他们表面没有反应，却暗中加害王强与赵红，所以护镇一族族长便一直留在了他们的闭关之所，监督他们二人。得知王强与赵红想要变强的他，也想要出一份力，便将他所知的所有遗迹全都告知了二人。这2年间，王强与赵红一直往返于各个遗迹，他们的修为能有这么快的进步，其实也都靠了这护镇一族的族长。而护镇一族族长所告知的遗迹之中，其实也包括了这位知藏的赵红那个丫头，还是对我说了谎啊！楚风有些无奈。当日赵红虽然也说明了那个遗迹的凶险，可却说他曾进入过，并且自信满满，所以楚风才放任他离去未关。现在来看，显然并非如此。其实当赵红归来，表示要闯未知藏地之际，不仅护镇一族族长反对，就连孔月华与孔顺莲也不赞成。可是赵红执意要闯，并且自信满满，
实在拧不过他的护镇一族族长，便取出了一件至宝。这至宝是一种可以用短距离传送的结界至宝，不管身在何处，只要使用这至宝，便可以让其传送到特定的位置。而护镇一族族长为其所设置的传送位置，自然便是那未知藏地之外，并且护镇一族族长还提出，若是遇到危险，务必要退出来，不可强为。赵宏皆是爽快答应，可护镇一族族长还是心有不安，于是他又拿出了一样至宝。那至宝可以融入赵宏的灵魂，若是赵宏受伤，或是生命受到威胁，或者是死了，那至宝都会给出反应。而现在的情况是，赵宏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并且同时已是重伤状态。可哪怕如此，赵宏还是没有使用那个能够将他传送回来的宝物。又因那未知藏的唯有修为在真仙以下者才能够闯入，真仙境无法入内。护镇一族族长想进去一探究竟，也是有心无力，无奈之下，这才给楚风发出了信函。那信函中为何不直接说明情况，还要那般？楚风不解地问道。他所指的那般，自然是孔月华与孔顺莲威胁楚风，说赵宏在他们手中。孔顺莲与孔月华，他们毕竟是孔氏天族之人，一方面对你心中有恨，另一方面又觉得他们理亏，他们的内心一直处于煎熬之中。他们想借此事来验证一下，在你的心中朋友的分量到底有多重。若是你真的把情谊看得那么重，他们可能就不再追究你与孔氏天族的恩怨。护镇一族族长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恍然大悟，你也不要怪他们，他们毕竟是孔氏天族族人，想必他们的内心比任何人都要痛苦。护镇一族族长说道。这个我了解，前辈能给我看看赵宏现在的情况吗？楚风说道。楚风少爷，你看赵宏现在的情况可不乐观啊。护镇一族族长说话间取出了一块蓝色的水晶，这水晶很是奇特，是长方形的，而此刻那水晶之内闪烁着一个人的影子，那影子并非全是黑色，而是浑身上下的很多地方都散发着红光，并且整个影子也在不断的闪烁着。红光代表负伤，闪烁代表生命受到威胁。楚风对护镇一族族长问道。楚风少爷所言极是，若是这影子消失，便说明赵宏已经遭遇不测。护镇一族长老说道。那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是那个传送能够传送出来的至宝无法使用？楚风问道。不，那传送至宝一定可以使用，我相信那至宝的力量，因为那至宝可是当初楚氏天族的大人留下的。护镇一族族长很是确定的说道。楚风也知道他为何这般确定了，既然是楚氏天族的流传下来的宝物，那么在这百炼凡界内应该是会有着奇效才对。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进去。楚风说话之间便向那遗迹的方向行去，他实在是担心赵宏的安危。楚风少爷，请等一下。然而就在这时，护镇一族族长却是拦住楚风，对楚风说道。这个你也用一下吧。此刻护镇一族族长自乾坤袋内取出了一个盒子，这盒子很是精致，也很是不凡，由此可见这盒子中的物品那就更是非同小可，否则护镇一族族长不会收藏的这般小心翼翼。盒子打开是一个罗盘，这罗盘很是特殊，虽然看似实体，但楚风一眼就看出这罗盘乃是一座传送阵法，并且是非常厉害的阵法，至少楚风还远远无法布置出此等阵法。而在这罗盘的中心有着一个圆形的小罗盘，这罗盘不过铜钱大小，但却金芒闪闪，可是质地又极其柔和，似是水做的一般，仿佛稍微用力就会将其捏碎掉。而这个小罗盘同样也是一种传送阵法，不用护镇一族族长说，楚风也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了，这一定就是那个传说能从任何地方进行传送的至宝。楚风少爷，麻烦您将手掌伸出来。护镇一族族长对楚风说道。楚风照做之后，只见护镇一族族长将那个小罗盘拿起，随后放在楚风手中，并将结界之力融入其中，用手捏了一个特殊的法诀，那小罗盘便如同水一般散开了，并且瞬息之间便融入到了楚风的掌心之中。那罗盘还在，但却如同纹身一般纹在了楚风的掌心。楚风少爷，你若遇到危险，想离开未知藏的，只要将掌心握紧，意念转动便可离开。护镇一族族长说道。还有这个是……护镇一族族长说话间又取出一个盒子，盒子打开有2颗珠子，一颗是丹药，一颗是长方形的蓝色水晶。楚风知道这个一定就是赵宏使用的那个能够检测到生命状况的水晶。楚风少爷，还请将这个服下。护镇一族族长将那丹药递给楚风，楚风并未犹豫，直接将那丹药服下。服下丹药，楚风便感觉一种奇异的力量四散开来，很快被其身体吸收，不仅融入肌肉骨髓，更仿佛融入了本源与灵魂之中，并且楚风能够看到，随着那丹药融入身体，在那颗水晶上面也渐渐出现了一个影子。这个影子与赵宏那颗水晶所映射的影子不同，不仅身上没有红光，并且也没有闪烁，既清晰又稳定。显然这个影子就是楚风了。前辈，您不要太过担心我，我会有分寸的。楚风对护镇一族族长说道。他非常清楚护镇一族族长这般其实就是担心楚风的安危。楚风少爷，有些话老夫可能不该说，可是还是请您牢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若真的遇到危险，切勿感情用事。你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也要考虑一下你的家人，想一想他们的感受。护镇一族族长苦口婆心地对楚风说道。他似乎很了解楚风，知道楚风是一个重情重义，为了朋友的安危而不顾一切的人。而护镇一族族长这番话也的确让楚风为之动容。是啊，若是他出现3长2短，他的父亲会多么的痛心，他的母亲又会多么的痛心。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连他母亲什么样子都没见过，若就这样死掉，楚风怕是死了也会有着深深的遗憾。我会牢记。楚风说道。
随后，楚风便与护阵一族族长回到了那座遗迹所在的区域。护阵一族族长开始将那另一个阵法罗盘摆放在地上。楚风想要成功传送出来，靠的就是那个大的阵法罗盘，而将其催动开来，倒也需要一些时间。那罗盘落地之后，便立刻变大，从一个西瓜大小的罗盘化作了长达30米、高达90米的阵法。这阵法光芒闪闪，与先前简直判若两物。本来楚风想要帮忙，但护阵一族族长却坚持他自己完成。无奈之下，楚风只好站在一旁，做起了旁观者。孔月华前辈，能否与我说一说，这里为什么叫做未知藏地吗？楚风好奇地问道。当然可以。孔月华点了点头，便为楚风说道。其实相比于百炼凡界其他遗迹，这未知藏地出现的时间不长，甚至可以说是很短。它大概出现在2000多前，那个时候的未知藏地可并没有埋没在这沙漠之下，而是一座浩瀚的建筑群，精致壮观，震慑人心。它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根本就不像是建筑，更像是一座艺术品，令人着迷。此刻，楚风注意到孔月华的眼神都变了，就仿佛回想起了当年一般。此刻，楚风能够确定，当年这位知藏地出现的时候，孔月华肯定也是见证者之一。那些建筑太过惊人，具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只要用肉眼观看，便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宝藏，一座非同小可的宝藏。一时之间，无数强者涌入其中，各方势力拼命争抢，都想要夺得先机。就连当时百炼凡界最强的高手们，也是纷纷出山。可当那些百炼凡界最顶尖的高手们来到此处之后，却发现原来真仙强者不能进入其中。因为真仙不能进入，这还让当时到场的真仙强者们为之恼火。毕竟他们都觉得这座凭空而现的遗迹之中定然有着巨大的宝藏，不能进入其中实在是太可惜了。可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人们便发现了一个问题，虽然进入这位知藏的人越来越多，可却只是看到人们进去，却未曾看到人们出来。那位知藏的就像是一个无底洞，让所有进入其中的人都自此消失了。人们忽然意识到，这座遗迹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从种种现象来看，这座遗迹似乎是故意引人进入其中的。一时之间，人们都有了警惕之心。可是面对着宝藏的诱惑，仍是有人不顾一切，选择闯入其中。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相同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从里面活着出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遗迹简直就是一个杀阵，万万不能再进入其中。但是人们却不甘心，不甘心这样被人愚弄。于是4大势力的真仙强者一同出手，想要用蛮力攻破那遗迹。可是最终那遗迹竟然未曾撼动一寸，并且一道强光忽然自那遗迹之中射出，映照在浩瀚天空之上。那光芒之中涌现出了几个大字：绝世珍宝就在其中，待真强者来取。随后那遗迹便沉没了，沉入了沙漠之中。那几个字就仿佛挑衅一般，让当时经历了这一切的所有人都为之不甘。可是面对如此危险的遗迹，人们却也有心无力。在此之后，又陆续有人进入其中，可是结果都是一样的，没人能够从中活着出来。那遗迹就像是一个局，一个为百炼凡界之人所设的局。布局者是谁？我们不知道，他从何而来？我们不知道，就连那遗迹内是否真的宝藏，我们也不知道。对于他的一切都是未知，但是他却像是一个藏地，每个闯入者的藏地，因此他才被世人称为未知藏地。也正因如此，他才被誉为百炼凡界最危险的遗迹。孔月华说道：“未知藏的还真是名不虚传。”听到孔月华的介绍之后，楚风也是深深的觉得这个未知藏地很是蹊跷。可是不知为何，得知这件事情后，楚风不仅没有生出退缩之意，相反他越发的期待这个未知藏地了。莫非这真的是一个局？若是真的，那么楚风不想知道这个局是何人所设。楚风他只想要破开这个局。就在此时，由护阵一族族长所布置的传送大阵忽然光芒大盛，阵法之上的诸多设置也是随之运转起来。不过当护阵一族族长凝聚法诀之后，这极其壮观的传送阵法却消失不见了。明知道是被隐藏了起来，可楚风仍然是感觉心惊，因为任凭是他都感觉不到那阵法的存在。这更是说明了这阵法的利奥的。楚风，传送阵法布置完了，若是遇到问题，请务必立刻使用传送阵法逃离那位知藏的。护阵一族族长苦口婆心地对楚风说道，话语之中充斥着浓浓的担心。前辈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将赵红带出来。楚风很是自信地说道。说完此话，楚风便转身向那未知藏的所淹没的地方行去。这一刻，护阵一族族长以及孔月华与孔顺莲皆是目光一动。他们明明都没有告诉楚风这位知藏地的入口在何处，但楚风却正在向那位知藏地的入口行去。楚风小有的观察力还真是惊人啊！沉默已久的孔顺莲不由感慨起来。忽然，楚风停了下来，他所在的地方用肉眼来看就是一片寻常的荒漠，狂风吹过，卷起沙子，一时之间漫天的黄沙飞舞，给人的感觉荒凉却又冷漠。忽然之间，楚风眼眸猛然一动，凌厉的目光自其眼中散发的一声巨响，其所在之的便卷起一阵汹涌的龙卷风。这龙卷风很是特殊，并没有吸收黄沙，而是将楚风所在区域的黄沙向外卷起，而楚风也是随着黄沙的减少渐渐的下沉。当一切结束之际，他豁然发现在他的四周不仅是黄沙，而在他的面前还出现了一座大门。这座大门似是石头打造而成，并非多么的绚丽夺目，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破败，但是这大门却给人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具有着难以形容的吸引力。楚风推开大门，起初漆黑一片，可是很快的一道道光芒开始自深处传来，那是蜡烛的光芒，数量之多将这空旷的走廊也照得通明。这走廊虽然深邃，可是走廊的两侧
却竟是雕刻的壁画，鬼斧神工一般，甚是精湛，应该是结界之术凝聚而成。女王大人说道：“如此精湛，结界之术应该很高才是。”楚风感叹起来，因为他自叹不如。虽然以楚风如今的结界之术，也可以顷刻之间建造出精致的宫殿，但还远达不到这种地步。这里的每一幅壁画，可不只是精美那么简单，还拥有着独特的神韵。这种神韵告诉世人，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壁画，仿佛只有壁画大师倾其一生的精力才能刻画而成。可明显，这是界灵师所为，而这便更能凸显出打造这未知藏地的人拥有着怎样的功力了。任凭此处乃是鬼斧神工之地，对界灵师有着不凡的吸引力。可是奈何楚风却无心观赏，确定周围没有机关之后，他的脚步越来越快。他想尽快寻找到赵红的身影。然而走了没有多久，楚风便忽然停了下来，他的目光变得惊讶无比，同时也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发现前方的道路被封锁了，在这条长廊的前方出现了一面墙，这面墙非常坚固，楚风用肉眼观看也能看得出来，凭借他的实力根本无法打破这面墙。而在这面墙上，以凌厉的笔锋刻写着8个大字：勇者之行，本无退路。就在这时，楚风的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轰鸣，回头观望，楚风也是眉头紧皱，那又是一道墙，与挡在前方的那道墙一样，只不过此刻出现的这道墙是封住了楚风的退路，但这也充分的说明了，此刻挡在前方的墙与身后的墙一样，都是一道机关。这是何意？女王大人目露不解之色，这2堵墙都非同小可，至少是楚风所无法破解的。就连两边的墙壁、脚下的石板、头上的棚顶也同样坚固无比，都是楚风目前的实力所无法轰开的。那么眼前的局面便是进不可进，退不可退，楚风被困在这里了，想必那便是原因吧。楚风将目光投向了那墙的角落，用肉眼来看，那里什么都没有。可当楚风天眼施展而出，那原本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便浮现出了一物，那不是传送阵法吗？女王大人的眼眸顿时一亮，因为那角落所放的物品与楚风掌心上的传送阵法一样，只不过那传送阵法是融入掌心之前的模样，是赵红所放吗？女王大人问道。这物品被放在这里，并且被赋予了隐藏结界，显然是怕有人发现此物，并且将其取走。而在这隐藏阵法之上，我感受到了赵红的气息，的确是他所布。楚风说道。这下一来，便知道赵红为何身负重创，却不使用那传送阵法逃出这位织藏地了。搞了半天，他已经将那传送阵法取了出来，放在了这里，这根本就是想用都用不到啊！女王大人说道。勇者之行，本无退路，原来是这个意思。楚风在看那墙上的8个大字，嘴角不由掀起了一抹苦笑。楚风已经知道该如何继续前行了，只不过想要继续前行，一定要舍弃一些东西。眼下楚风要舍弃的，便是掌心之中的传送阵法。毕竟这墙面上的意思便是，若要前行，便不能为自己准备退路，而那个能够将楚风传送出此处的传送阵法，显然就是楚风目前最大的退路。楚风说话之间，手指探出，一重重结界之力便开始涌入那融入了传送阵法的掌心之中。随着结界之力的涌入，那原本如同纹身一般烙印在楚风掌心的传送阵法竟然开始蠕动起来，就仿佛要从楚风的掌心钻出来一般。楚风真的要这么做吗？女王大人说道。似乎别无选择了。楚风说道。女王大人叹息一声，这声叹息很无奈，因为如同楚风所说，似乎真的没有选择了。这里会不会有人看守啊？不然怎么会知道你们身上有传送阵法呢？女王大人说道。谁知道呢？带我进去之后，谜底自然也就揭晓了吧。楚风淡淡的笑道。其实他也很无奈，因为主动权全在对方手中，楚风陷入了绝对的被动。而在他们2人闲聊的功夫，那原本融入楚风掌心的传送阵法已经被楚风取了出来，再度化作了实体。几乎与此同时，那横在楚风前后的2道墙壁竟然缓缓下降，很快便消失了。果然，楚风的猜测是对的，只要取出那传送阵法，这封锁道路的墙壁便会消失。尽管猜对了，可楚风却更加无奈，这说明他的确是被对方所掌控了。随后，楚风将那传送阵法放到了赵红那传送阵法的旁边，并且同样也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将那传送阵法覆盖了起来。之后，楚风便继续前行，而这一次楚风前行的速度则更快了，因为他发现这长廊仿佛永无止境，若不加快速度，怕是不知道何时才能找到赵红的踪迹。然而，走了没多久，楚风的身后便又传来一声轰鸣，又有一道墙壁出现，横在了楚风的身后。这下还真就没有退路了。楚风不由掀起了一声苦笑，这道墙壁显然没有下落的意思，也就是说，楚风只能继续前行，现在想回去都回不去了，毕竟楚风的传送阵法早就扔掉了。然而，就在楚风感叹之际，楚风的脚下却忽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楚风低头一看，不由目光大变。此刻，在楚风的脚下出现了无数道奇特的纹路，而那光芒便是自那一个个纹路之中散发而出。楚风起初很是紧张，因为他以为那是一座沙阵，可是仔细观看后，楚风的目光则从紧张变得诧异了。传送阵法，楚风惊讶地说道。没错，此刻出现在楚风脚下的并非是什么沙阵，竟是一座传送阵法。就在下一刻，楚风忽然感觉周围一片模糊，而当视线恢复之际，楚风不在那长廊之中，而是完全身处在另一个地方。楚风身处在一片浩瀚海洋之上，天空紫云密布，滚滚翻腾，就像是万千妖物在那云中兴风作浪一般。不仅云是紫的，那穿梭在云中的雷霆竟是黑的，不仅是黑色的，每当雷霆出现之际，就连声音也是异常的刺耳，隆隆之音，就连楚风也是感觉耳朵有些刺痛。身为五祖巅峰的他，竟然难以抵挡那雷声。而再看下方的浩瀚大海，那就更加利奥的，海乃漆黑之色，浪花最高的也有100米，
最高的浪竟高达1000米，排山倒海，自远方而来，哪里像是浪，简直就是一座通天的上方。在这海上行走，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浪不仅凶猛，这海水还散发着一种强大气息，那气息让楚风感受到了致命的威胁。这是什么海？楚风也是眉头紧皱，这里仿佛无边无际之地，让楚风一时之间失去了方向。最重要的是，下方的这片海太可怕了，仿佛跌入其中就会身负重创，甚至失去性命。这对楚风来说是极大的威胁，让楚风很是不安。不管是什么海，都不能靠近。女王大人提醒道：“未知藏的还真是超乎想象。”楚风忍不住感叹起来。尽管此处兴风作浪，浩瀚无边，但楚风却知道，他依然是在未知藏地之中。一座遗迹竟然暗藏着如此浩瀚之地，那显然这一切都是人为打造。而又是怎样的人物能够打造出此等景象？就在楚风感叹之时，那漆黑无比、浪花滔天的海中，竟然散发出了一缕光芒。那光芒之中映射出了一道人影，那个人竟是赵红。赵红看到赵红，楚风顿时心中一紧，随后赶忙开口呼喊。楚风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一声响过一声，甚至盖过了那天空上的雷鸣。然而赵红他却始终没有回应。没用的，他根本听不见，这只不过是一种影像罢了，他根本就感受不到。女王大人说道：“可恶，他这是被困住了。”此刻楚风眉头紧皱，内心越发不安起来，因为此刻的赵红可不是安然无事的模样。此刻的赵红身上虽然没有伤痕，可是看上去却是极为的憔悴，就仿佛生命都快要到了尽头一般，并且他在不停地走着，观察着，时不时地做出凝聚阵法和施展武技的动作。显然他是被困在了某处，正在极力的挣脱。